大家好，我是狼王，欢迎来到狼王带你抄美股，一个准到凶残的中短线交易频道。老规矩，点赞、评论、分享本频道给你喜欢炒股的朋友。尤其是如果说 YouTube 有给您推送广告，我建议您看完并点进广告的连接，好，这是对狼王频道最大的支持。毕竟我这是一个免费的频道，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尽可能的稍微的支持一下。好嘞，那我们还是闲话少叙，直接进入一周一次狼王最重要的下周行情推演的时间。整个上周的行情呢，我觉得可以说是完全在狼王的预料之中的，对吧？大家可以看到美股经过了大概1个多月的盘整的时间，1到1个半月的盘整的时间，那我其实是一直的坚定的看多的，然后一直让大家是越跌越买的一个状态。那大家可以看到，尤其是在上周的推演里面，我也很明确说了，这个反弹是将会继续的，并且在上周的所有节目里面，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无论是周二、周三还是周四，持股待涨的重要性，以及不要做空的这个重点，也是在每一个节目里面都跟大家强调。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整个美股的话，已经是进入了一个加速反弹的过程中，尤其是其实道琼斯指数和罗素板块都是出现了一些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对吧？我也是在我1个多月前的节目里面，大家都可以去翻，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去关注超跌的道琼斯板块的股票，我认为板块会进行一个轮动很有可能主力的接力棒会由这个科技股板块转移到传统板块上面去。那大家可以看到道琼斯板块，尤其是包括能源和金融这2个品种，其实都是一直在突破新高的。好吧，那现在既然整个指数出现了一个如狼王预期的一个加速反弹，那我们该怎么操作呢？我们还是直接的进入盘面来给大家分析一下。首先的话，我觉得还是给大家讲一下道琼斯指数吧，对吧？那也就是说，首先大家可以看到道琼斯指数现在已经离它的这个356基本上只差1%了，对不对？那如果说道琼斯指数它现在离356只差1%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在很多个时候都跟大家讲是可以考虑去进场的第一个时候我记得当时就是分了3个点位，就是分批的让大家进场。那如果说你已经进行了一个布局，大家可以看到道琼斯指数现在已经完全涨得非常的厉害。那这个点位的时候，我相信就是很多右侧交易的朋友就开始有看多大盘了。那如果说你作为一个右侧交易的朋友，现在才开始看多大盘，那你整个从336到352的这一大波的行情基本上就错过了。所以说这为什么我一直跟大家强调要在左侧的时候去选择考虑去进场，对吧？因为你右侧考虑进场，你现在这个点位它马上就到前高了你敢不敢去追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又不敢了，是吧？便宜的时候不敢买，涨起来了也不敢追，那我就是非常的就是非常的这个觉得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那你什么时候想买股票呢？好吧，那对于道琼斯指数的话，说实话大家也知道，其实我对于整个股指在接下来1到2个月的时间段里面，我仍然是继续看涨的虽然说可能会有一些小的波动，但是我认为去逢低的布局道琼斯指数仍然是可以进行的一件事情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下这个3倍做空道指，你可以看到狼王在很早以前的视频里面就一直跟大家强调什么叫做突破。突破的话就是3倍做空道指破了之前的低点，或者是正股的道琼斯指数破了之前的历史高点。那大家可以看到3倍做空道指 S 豆已经破了这个历史的低点破了历史低点以后，怎么去进行一个追突破的动作呢？等30分钟级别的 GMMA 回踩就可以去做多了，对不对？那也就是说，如果说道琼斯指数好吧有回踩到这个34915到这个34746的这么一个区间你就可以重新的去进场布局道琼斯指数的股票了，好吧？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如果说你想再次的进场去做多，等回踩34900
到这个34740的这么一个区间。这个时候它如果说道指在这个反向3倍指数破了新低以后，它如果进行了一个回踩的动作的话，它是在30分钟级别 GMMA 有非常大的概率会有支撑，好吧？所以说你可以选择在这个点位附近去做多道琼斯指数，尤其是3倍做空道指呢也是破了一个新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说完了道琼斯指数呢，我们再来说一下 UVXY。那简单点说，道琼斯指数总结呢，就是道指的话现在不适合追高，因为说一旦它这个反向3倍指数破了新低以后，这个正向的指数都会有一个回踩30分钟 GMMA 的一个过程。那你在这个回踩30分钟 GMMA 的过程里，是吧，去进行一个回踩做多的情况才是最优质的一种选择，不要现在去追高，现在去追高的话容易被套，因为它大概率是会有一个回踩30分钟级别 GMMA 的均线组的这么一个动作。说完了道琼斯指数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 UVXY。那大家也知道，就是 UVXY 的话，我之前也给大家强调过，我认为它起码会跌到一个11到14的一个区间，好吧？那我现在仍然维持这个观点不变，好吧？大概也就是说 UVXY 仍然还有下跌的一个空间。但是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上周五的时候UVXY 是出现了和大盘同涨的这么一个信号，对吧？大盘涨了 0.75%，UVXY 呢却有一个止跌的动作。那是不是？那很多朋友肯定想，这个时候是可以去做多 UVXY 了。那我告诉你，现在这个情况不是做多 UVXY 的时候，因为 UVXY 仍然没有跌到这个真正的它比较强烈的一个11到14的一个支撑的区间。下周初，因为我说了，就是道琼斯指数很有可能会有一个回踩30分钟级别 GMMA 均线组的一个动作。那也就是说，这个 UVXY 是跟踪标普的，但是如果道指下跌的话，我觉得标普应该也会出现一个下跌。毕竟现在科技股比较弱，所以说 UVXY 呢在下周初有可能会有一个小幅的反弹，我认为这个反弹的幅度不会大于 20%， 好吧，就是 UVXY 在下周可能会有一个 10% 左右的一个反弹，但这种反弹的幅度非常的小，所以说你能吃的利润也不够高。我个人呢仍然会去等待这个道琼斯指数回踩30分钟级别 GMMA 均线组的时候，然后再去做多，而不是去选择做多 UVXY， 也就是做空大盘的这么一个操作，好吧？我觉得 UVXY 接下来很有可能会在17块钱的这个区间稍微横盘个1、2到3个交易日以后，然后就会顺势的继续跌到这个12到15的一个区间嘛，好吧，我们先把这个区间稍微的往上挪一点，但反正就是在17块钱这里，我认为是 UVXY 大概率是不能止跌的，好吧？至于 UVXY 说完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罗素，好吧？今天先说小盘的，再说大盘的。罗素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在上周五是出现了一个高开低走的这么一个形态。那如果说用传统理论来分析的话，这个形态是非常的不好的，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形态只不过是一个正常的突破后的回踩的动作。什么叫突破呢？大家可以看到3倍做空小盘指数其实跟3倍做空道指一样，在上周五出现了一个破历史新低的一个动作，到了26.9块。那这个意思呢，也就是说罗素在上周五因为3倍做空指数破了新低，所以说它的正股也就是罗素 IWM 在上周五一定会有一个回踩30分钟级别 GMMA 均线组的一个动作。那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周五的时候，罗素是不是就进行了一个回踩30分钟级别 GMMA 均线组的一个动作？好吧，也就是说罗素现在已经成功的进行了一个突破后的回踩，如果大家想去在这个点位去做多罗素，我觉得都是 OK 的，好吧？如果说因为它现在罗素属于一个突破后的回踩，如果说大家想去做多罗素的话，我觉得周一在现在的这个就是这个
225块到这个223块的这么一个区间，都是可以去小仓位的布局一下罗素的。如果说你之前没有去进场跟着狼王在左侧进行一个布局，好吧，你想在右侧等现在整体的形态好了再进行的一个布局，我认为在223到225的这么一个区间，你仍然是可以去布局罗素的。跌破了223的话，做一个止损的操作，没有跌破223，继续的持有罗素 IWM， 好吧，罗素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突破后的右侧的机会了。如果你在之前的半个月到1个月的时间里没有跟狼王在最低点的左侧进行一个布局，现在罗素已经到达了一个右侧的布局的机会了，好吧，这是罗素。罗素说完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标普指数。标普指数的话，大家可以看到也是在上周出现了一个非常强势的反弹，对吧？我每一天的复盘里面基本上都有跟大家说，仍然看多，请大家持股待涨，基本上喊了3个交易日，然后这个标普指数呢，也就是这么涨了3个交易日。简单点说呢，就是仍然现在去保持一个等回踩去做多的一个这么的操作的原则。那什么点位呢去进场做多标普指数最好呢？那首先的话，第一个点当然是回踩30分钟级别 GMMA， 也就是说标普指数如果有回踩这个头肩底形态的这个尖的位置，那自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抄底的位置，也就是4420附近。好吧，如果说下周标普指数在下周初的话有一个回踩4420，也同样对应的是一个30分钟级别 GMMA 均线组的一个地方我认为这个位置是可以考虑进场去做多标普指数的跌破了4400的话做一个止损的操作大家右侧的朋友记好了，好吧？如果你想做多标普指数，下周等回踩30分钟级别 GMMA 在4430，好吧？把它稍微设宽一点4425吧，好吧？4425到这个4408的这么一个区间，可以依然去做多这个标普指数，跌破了4400做一个止损的动作。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整个这一波行情里面表现最弱的科技股板块是吧？这个 QQQ。QQQ 的话，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就是说大家现在是逢低去做多道琼斯板块，而不是去做多 QQQ。简单点说一点呢，就是 QQQ 的话，我现在认为它现在整体的一个形态呢，仍然是一个反弹的一个形态。所以说我个人呢仍然会更看好道琼斯和标普回踩的时候去做多那2个板块，甚至还有罗素，而不是去做多 QQQ。因为 QQQ 的话，它之前的这一波下杀的非常的凶很有可能会在底部进行一段时间的盘整什么叫做底部进行一段时间的盘整呢？如果说我们把 QQQ 现在来看的话，我可以认为它只走了 W 底的第一条腿。就是从382到这个351，它这个地方只是 W 底的第一条腿，很有可能会再做一条腿，好吧，很有可能会再做一条腿，然后再次的回踩到这个357到这个351的一个区间以后，再往上进行一个拉升的动作所以说简单点说，我个人并不是那么的看好 QQQ， 好吧，如果说你想去做多的话，仍然是集中在传统板块和罗素还有标普，而不是去做多 QQQ， 因为我觉得 QQQ 很有可能会在经历了反弹以后来第2条腿以后，那个时候然后标普和这个道琼斯都涨得比较好的时候QQQ 会重新的出现一个机会。好吧，这是关于 QQQ 狼王的下周的一个观点。我认为的话，就是下周甚至可以去逢高进行一定的就是说，如果说 QQQ 下周有达到这个373左右的一个地方，我认为甚至可以去逢高的进行一个减仓的动作，好吧，373到375的这么一个区间因为我更看好的是标普指数和道琼斯指数。
好嘞，那这是 QQQ。QQQ 说完以后呢，我们整个4大指数加上UEXY 都说完了，然后最后再来过一下这个算了，过黄金和比特币之前，先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能源板块的话，建议大家不要去追高了，好吧？简单点说，就是我觉得能源板块现在已经涨得太多了，就是包括原油和这个就是油企之内的还有天然气这些能源板块的品种，我认为它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超买的阶段，所以说大家不要去追，好吧？它现在这个顶部的成交量已经在缩小，所以说我个人的话是不会去在这个点位去追能源板块追的那么的凶的，好吧？好嘞，那能源板块说完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原油原油的话也自然是能源的一个主要的品种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基本上沿着一个4小时级别的 GMMA 均线在向上进攻的它至于它具体向上进攻的动力还有多少，我认为的话就是我个人的话不会让大家追的那么的狠，好吧？如果说你真的是还想去做多原油的话，我觉得最少也要等它一个回踩4小时级别GMMA 均线的动作到这个79.6块和79.2块的这么一个区间，才可以考虑小仓位的去进行一个布局。跌破了78.4块的话，一定要做一个止损的操作，好吧？这是狼王对原油的一个预估。原油说完以后，说一下黄金。那黄金的话，现在仍然在空头的趋势里，对吧？仍然在空头的趋势里并没有成功的站上这个1770的一个压力位，对吧？它受到了这个周线级别 GMMA 均线组的一个压力，在这个17800附近的一个地方。我个人认为呢，如果说你想去做多黄金的话，好吧，个人认为如果你想去做多黄金的话仍然可以就是逢低，如果说它有机会回踩1713左右的一个地方，你可以去赌它的 W 底的第2条腿，好吧？那在底位是可以去布局的，要么呢就等它站上了这个1820以后再去进行一个布局。现在黄金的话，我个人是觉得处于一个不上不下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是不推荐大家去进场做多和做空的，好吧？这个位置属于不明朗的区域不建议大家进行过多的这个黄金的操作。黄金说完以后呢，我们再来最后的过一下比特币。那比特币的话，最近非常的强势，对吧？很有可能要去破之前的一个64,854的一个高位，所以说我个人觉得持有比特币的朋友可以继续的持有这一波比特币确实是非常的强势。如果说你想去做多的话，可以考虑等一个回踩4小时级别 GMMA 均线的一个地方。大概的位置呢，我觉得是在58000好吧，58000到这个56500块钱的一个地方这个附近你可以去做多比特币跌破了56500的时候做一个止损的操作，好吧？因为比特币这一波是沿着4小时级别的行情在向上进行一个推动的如果说有机会跌到58000，仍然是可以去逢低的做多比特币。好嘞，那这就是今天狼王行情推演的所有的内容简单点总结一下呢，就是接下来对于整个大盘，尤其是标普指数还有道琼斯指数，我仍然是看涨的。对于在接下来的这个1到2个月的时间段里但是对于下周初的话，我认为大盘很有可能会有一个小幅的调整的需求也就是说对应的这个道琼斯指数还有标普指数回踩30分钟级别 GMMA 均线组的一个动作。然后对于整体的调整幅度呢，我认为不会超过2%，好吧？如果说下周初即使出现了调整，整体的调整幅度不会超过2%，而且这个机会并不是让你去做空的，而是等着回踩去继续去布局多头的这么一个操作因为下跌的空间并不大。而对于 QQQ 指数呢，我个人的一个观点是不建议大家去，即使它有回踩的话也必须达到了狼王刚才所说的一个比较深的一个位置才能考虑去进场做多。我再次的认为就是接下来整体的一个行情会出现一个板块的轮动
好吧，也就是说大家关注一下前期超跌的板块啊，但是 QQQ 的话很有可能会踩第二条腿，所以说即使做多也是去做多标普、道琼斯还有罗素，等他们回踩的时候进场去做多。好嘞，那就是这么多然后非常感谢大家收看狼王的节目我们这个明天的盘前个股快播再见。再次给大家提醒一下点赞、评论、分享并且如果可以的话，多点一下 YouTube 的那个广告的连接，因为毕竟是免费的频道。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明天再见。